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世界奇闻录》。一说到护士，我们都觉得护士本该是白衣天使，他们照顾病人，协助医生，是病人康复的大功臣。然而，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家医院的4名护士却是4个地狱使者。怎么回事呢？坐落在维也纳豪华住宅区的兰兹总医院是一家闻名遐迩的老牌医院。它创建于1913年，院内绿草成荫，古木参天，环境优雅。古色古香的大楼里共有1300多个病床，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都堪称一流。这家医院以照顾老年病人为主，所以院中收留的大多是久病不愈的老年病人。医院的性质有点像老年安养院。兰兹医院的4楼1号病房有95个床位，专收7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。自从1983年以来，这里经常有一些老人莫名其妙地死去。医院死人本不足为怪，况且死的都是年老且久病不愈的老人，因此起初人们对此并未引起重视。后来猝死者越来越多，有些比较细心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就觉得有点奇怪了。尤其是一些主治医生发现，某些病人虽然久病不愈，但并没有足以致命的原因，往往在前一天检查时还好好的，第二天早上却被发现已死在病床上，而解剖尸体又查不出什么原因。一些病人家属也反映，老人白天还能在花园里散步，精神状态也很好，可是一夜间就突然死去了。院方接到这些反应后，觉得情况可疑，便采取措施加强检查。一次，在解剖猝死老人尸体时发现，死者肺部有大量积水。在以后的多次解剖中，都发现有类似的情况。尽管医生们都心存疑团，但由于肺部积水属于老年病人的常见病症，因此他们的死始终还是一个谜。时间到了1988年7月的一天，兰兹医院的一位医生下班后约了同医院的一位护士一起去酒吧喝酒。两人闲聊时，那个护士无意中说出，他发现有几个护士值夜班时，病人的死亡率特别高。这位医生早就对医院常有老年病人不明不白的死亡的情形感到怀疑。现在听到这位护士无意中说的话，凭直觉认为这些护士可能有问题。这位细心的医生马上着手进行调查，他抽查了以往死亡病人的病历和医院护士的值班表，从病人的死亡日期和护士值班表中发现了真有某种巧合之处。有几位护士夜班时必定有病人死亡，有时一夜间有3、4个病人同时死亡。这位医生归纳出4名护士的嫌疑最大，于是就向院方做了报告，这引起了院方的警惕，随即向维也纳警察局报了案。1989年初的一天，一位80岁的老人因患肺炎前来医院住院治疗。医生检查后认为他的病情并不严重，很快就可以痊愈出院了。谁知一到夜里，老人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医生及时赶来进行了会诊，发现病情恶化的原因是一名护士给他注射了胰岛素。幸亏发现得早，否则老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。
院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便会同警方一起展开调查。顺藤摸瓜，终于使1号病房老年病人猝死之谜真相大白。原来他们都是被该病房4名值长夜班的护士秘密谋杀的。4月上旬，警方逮捕了这4名护士，他们分别是30岁的瓦格纳、49岁的梅耶、27岁的伊莲娜和26岁的玛利亚。这4名护士都是只受过短期训练的助理护士，没有受过正规护理教育。他们被捕后，不但不感到愧疚，反而坦然地承认是他们下手杀害病人的。这使办案人员惊讶不已。在最初的审讯中，这4名护士在供认他们的杀人事实时，竟然表现得无动于衷，甚至有点洋洋得意。他们辩称他们杀死那些老年病人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怜悯，是为他们实行安乐死。这些老人已是风烛残年，在巨大病痛的折磨下，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难以忍受的痛苦，让他们早日进入天国，不失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做法。他们不愿看到病情危重的老人在痛苦中挣扎。他们还坦诚，他们都是利用夜间值班时下手，杀人方法看情形而定，如给不患糖尿病的老人注射胰岛素，或者强行捏住老人的鼻子灌水，让水进入肺部，从而使他们窒息致死，或者给老人服过量的安眠药等等。警方严正指出，被杀害的老人并非个个都是身患绝症，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致死方法往往使病人遭受更大的痛苦。在大量的犯罪事实被揭露后，这4名护士的供词开始漏洞百出。最后，他们不得不承认，他们起初只是杀死些无法治愈的老人，发展到后来，凡是他们觉得看不顺眼的病人，一概让他们去见上帝。警方及心理学家认为，这些护士杀人的主要原因有2个，一是工作压力太大，2是人格异常。他们作为助理护士，月薪只有600多美元，比合格护士要少将近1半，但他们的工作量却很大，平均2名护士要照料30个病人，而且还要值长夜班。长期沉重工作压力之下，令他们的精神负担极重，为了减轻工作压力，便萌发了把病人除掉的念头。主犯瓦格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向久病不愈的老年病人下手的。他从1976年起就在兰兹医院工作，在4个人当中资格最老。瓦格纳的所作所为不久就被另外3名护士发现了。瓦格纳竭力说服他们，这样做是对的，既可以为病人解除痛苦，又能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。于是从1983年起，这4名护士便联合起来，组成死亡天使小组。他们通常在病人深夜熟睡时下手，一次1个，有时2个。如果谁害怕了，下不了手，就由瓦格纳亲自动手。起初，他们的行刑还有点标准，都是选择真正无可救药的病人下手，而且往往是隔几个月才解决1个病人。由于院方一直未起疑，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。他们经常在医院附近的小酒店或咖啡馆里密谋，确定下一个谋杀对象。被他们杀害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到后来每个月都要杀死好几个病人。时间一久，这些死亡天使的人格开始产生异常。他们自认为是掌握
生死大权的上帝，完全凭自己的喜恶来决定要杀死哪个病人。令人惊异的是，这几个貌似温柔可亲的护士，若无其事地向审讯人员述说他们的犯罪行为，一边说，一边还当场表演起来。这4名护士承认，他们在6年中一共杀死了49名病人，其中瓦格纳一个人就杀死了39人。但警方认为，可能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，因为1号病房平均每年有500名病人死亡，6年中究竟有多少老人被谋杀，还有待进一步的查证。另外，警方还怀疑，除了被捕的这4名护士外，说不定还有更多的护士也干过这种杀人行为。在以后的审讯中，被告之一的伊莲娜揭发说，我敢肯定，瓦格纳一个人就杀害了200个病人。我们1号病房死亡的病人在全院里是最快最多的，人们把它叫做死亡站。另外2名被告斯蒂芬妮和玛利亚也在他们的供词中说，瓦格纳起初每3个月杀死1个病人，后来每个月要杀死3个病人。一些报纸揣测，死于这4名护士之手的老人至少有300个。这起护士谋杀案披露后，在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维也纳警察局长杜格称之为奥地利犯罪史上前所未有的谋杀事件。瓦格纳等人罪孽深重，已锒铛入狱，而兰兹医院管理松懈，监督不周，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。该院护士经常抱怨工作量太大，院方却一直未予以改善。医院在管理上最大的疏忽是，护理人员竟然可以随时取致命的药物，并将它注射到病人身上。警方也指责说，奥地利有关法律规定，助理护士不能为病人配药或注射，但兰兹医院因人手不足，使助理护士实际上也能做这些工作。在一片指责声中，兰兹医院陷于一团混乱，不少死者家属纷纷冲进医院追究院方责任，要求给予巨额赔偿。有些死者家属甚至向法院提起起诉。该院享有盛誉的佛伦兹医生感慨地对记者说，这一事件使建立在护士与病人之间信任上的整个基础彻底崩溃了。1991年，瓦格纳、伊莲娜被判处终身监禁，梅耶和玛利亚分别判处20年和15年的监禁。2008年，4个魔鬼被释放出狱。